话说那大清后宫的红墙之内，向来是人杰地灵、野人情薄如纸的地方。如意这一坤宫的最深处，其实供奉着一个连皇上进来了都要打冷噤的秘密。他此时正盯着那香炉出神，那香炉是特制的，外壳镂刻着慈悲为怀的莲花，可那烟雾升腾的样子，却透着股子阴森劲儿。就在那沉香木卧榻的后头，隔着一层几乎不透光的蜀锦屏风，藏着一个红木的小暗格。那格子里没有珠宝首饰，也没有皇上的赏赐，而是摆着几个形态诡异的泥塑小像，每个小像的背后都贴着写有生辰八字的红纸，那字迹清秀，却透着股狠劲，正是如意亲笔所书。这便是他所谓的雅兴。在这深宫里，他不屑于像魏燕婉那种没见识的去买通接生婆，也不像金玉妍那样明火执仗的使绊子，他玩的是更玄乎、更钻心窝子的神鬼局。他相信这世间的人情都是靠不住的，唯有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才能帮他守住这份清高的体面。这其实就是一种极致的心理扭曲。当一个人在权力中心被边缘化，或者他那份自以为是的爱情开始腐烂时，他不会反思自己，而是会把所有的恨意化作这一道道诅咒。这种行为在现代心理学看来是控制欲失控，而在那时候的后宫，这就是最要命的养小鬼心思。咱们再细看这如意的一个动作，他轻轻地放下茶盏，那动作轻柔的连一片茶叶沫子都没惊动，可随后他的手便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领口处垂下的一枚玉佩。那玉佩通体血红，并非天然的红玛瑙，而是传闻中用某种秘术长期浸泡出来的血玉。他这一摸，眼神里原本那点子佛性的淡薄瞬间就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癫狂的迷恋和阴毒。这种反差感，就像是您在胡同口看见个正襟危坐的老先生，私底下却在玩弄一些邪门歪道的偏方，那种反胃感是从心底里升起来的。如意在想什么呢？他在想这宫里那些个花枝招展的新人，那些个在皇上身边承欢的娇俏脸蛋，他觉得那些人都是这世上的烟杂气，唯有他这个曾经的青樱是干净的。可为了这份干净，他不惜去碰最脏的手段。这其实就是职场里最常见的一种博弈逻辑。我表面上要维持住高尚的人设，所有的脏活累活和见不得人的手段，都要包裹在一层道德的外衣下面。他这不叫迷信，这叫心理暗杀。他通过这种仪式感，在心里已经把对手千刀万剐了，而在现实中，他依然能端着那副不争不抢、体面大度的样子去给皇上缝肚兜。您琢磨琢磨，这背后的那股子凉气，是不是比那冰库里的冰砖还要动人？这时候，翊坤宫的帘子被轻轻挑起，一个小太监蹑手蹑脚地走进来，那是他最信任的耳目。如意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那语调平稳得听不出一丝波澜，可话里的意思却让人想跳脚。那边的东西可都买好了。这就是他斯文表象下的真章。他不玩什么推搡争吵，他玩的是地底下的动作。这就好比咱们现如今有些同事表面上跟你哥俩好，姐俩亲，背地里却把你的每一个小失误都记在那个见不得光的小本本上，甚至去打听你的家事。这种如意式的体贴，其实就是一种慢性毒药。他在那儿算计的不是一个月的宠爱，他是要通过这些迷信的仪式，在精神上彻底摧毁对方。这种女人，她的心思已经不是在玩了，而是在祭祀，把她的余生和别人的命都搭进去，就为了成全她那点子病态的迷信的心理安慰。她那温柔外表下的阴毒，是长在骨头缝里的倒钩，你以为她在拉你，其实她是在把你往那深不见底的泥潭里按。话说至此，您可能要问了，这如意娘娘既然玩得这么花，还养着这些个见不得光的玩意儿，她就不怕穿帮吗？
嘿，这就是这位主的高明之处，他能把迷信玩出一种禅意来。他会告诉你，我这供奉的是往生咒，我这写的是平安经，可那经文底下的夹层里写的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只有他自个儿知道。这就是典型的职场包装术，把最阴险的目的包装成最崇高的使命。在这一坤宫的深处，这种氛围已经凝固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觉得胸口发闷。而就在如意准备起身的这一刻，外头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声音打破了这种死一般的沉寂，也仿佛要把这层斯文的画皮给震裂开来。到底是谁在这节骨眼上闯了进来？是皇上那边的搜宫雷霆，还是哪个察觉到异样的嫔妃来探虚实？书接上回，咱们说那翊坤宫里原本是死一般的寂静，那如意娘娘正守着一室的檀香，玩那些见不得光的玄学。可外头那阵脚步声虽然没撞破门，却像是把这凝固的空气给豁开了一道口子。如意那原本浮在玉佩上的指尖微微一滞，您细瞧，那护甲尖在阳光下闪过一道冷森森的芒。他没急着起身，反倒是把那双总是透着倔强清冷的眼皮子轻轻一抬，对着镜子理了理那鬓角上一丝不乱的碎发。这便是高手过招的定力，越是心里揣着惊天动地的鬼，这面上越是要做出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斯文气。等那传话的小太监战战兢兢的退下，如意缓缓站起身，绕过那扇画着枯木逢春的苏绣屏风，走进了那间被下人们私下里称作佛堂的侧间。这屋里头窗户都被厚厚的紫色贡缎给遮死了，别说阳光了，连个透气的眼儿都没有。一进门，那股子混合着血腥气、火药味和陈年土腥味的味道就扑面而来。如意从袖口里划出一根细如牛毛的银针，这针可不是用来绣花的，在那微弱的油灯火苗映衬下，针尖上竟然泛着一股子诡异的蓝光。他走到正中央那个紫檀木的小供桌前，上头供着的不是观音，也不是如来，而是一个被扎得密密麻麻，甚至连五官都看不出来的草人。这草人的心口窝处缠绕着一圈又一圈的红丝线，那红线艳得扎眼，那是如意用针尖挑了自个儿的中指尖，一滴一滴血给浸透了才有的成色。您瞅瞅这个细节，一个位极人臣的皇后，放着后宫锦衣玉食的日子不过，非得躲在这阴暗角落里玩这种自残的把戏，这心里头得扭曲到什么程度？他一边拿着银针往那草人的眼睛里扎，一边嘴里还细细碎碎的念叨着，声音低得像是蛇爬过草丛的窸窣响。如果您仔细听，那不是什么经文，而是他在数落着魏嬿婉、金玉妍，甚至是皇上当年对他的那些亏欠。他把这种迷信当成了他最后的救命稻草，仿佛只要这针扎得够深，那些分走他宠爱的人就能心如刀绞。这就是典型的职场里那种暗黑心理补偿。有些人在公司里竞争不过年轻人，或者是被老板边缘化了，他面上还端着老前辈的架子指点江山，可背地里却在琢磨怎么给你的车胎扎钉子，或者在厕所里散布你那些见不得人的私隐。这种针尖上的红线扎的是别人，毁的却是他自己那点子仅存的人性。咱们再深挖一下他的动作。如意扎针的时候，那手是不抖的，稳得像是个做了几十年活计的老绣娘。可每扎一下，他的嘴角都会诡异的向上挑那么一个弧度，那不是笑，那是某种变态欲望得到满足后的痉挛。他享受这种神奇般的错觉，觉得在这间黑屋子里，他就是能主宰生死的神。这在现实生活中太常见了，有些人掌握了一丁点儿举报的权利，或者是能在那绩效考核表上多画2笔，他就在心里膨胀的没了边。如意这种人，他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把这种极端的迷信的阴毒
包装成了一种为了爱而不得已的凄美。他会觉得，我扎你是为了保住我和皇上的初见，我养这些玩意儿是为了铲除这后宫的污垢。这种自我感动的逻辑，才是最炸裂三观的地方。坏人不可怕，可怕的是坏人真心觉得自己是个受委屈的圣母。这供桌底下的坛子里，还藏着更花的活计。那里面泡着一种名为返魂香的偏方，传说要用未足月死去的灵猫骨灰，再加上7种剧毒之物的汁液。如意每天深夜会平退左右，在那坛子前舞动一种怪异的舞步。您想象一下，一个平时连路都走得规规矩矩，仿佛每一步都能踩在规矩上的皇后，在这暗室里衣衫半解，眼神迷离，手里挥舞着带血的红绸，那场面哪还有半分《如懿传》里的那股子清流味儿？这简直就是个疯魔了的巫婆。这种私底下的花，是权欲熏心后的变态发泄，是他对那座压抑他多年的紫禁城最疯狂的报复。他在这里不是皇后，他是这阴冷世界的王。他在这里玩的不是花样，是他那颗已经彻底腐烂发臭的灵魂。这种博弈局最是凶险，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个表面斯文的人底线到底在哪里。如懿在皇上面前，还是那个会因为一株绿梅而感时伤怀的女子，还是那个会为了江山社稷劝谏的贤后？可皇上哪知道，他在前朝批折子的时候，这个枕边人正在用他的生辰八字做那种吸取气运的邪术。这就是人情世故里最现实的一点，永远不要被一个人的人设给骗了。越是强调自己清高不群的人，私底下往往越是贪婪无度；越是表现的慈悲为怀的人，动起手来往往最是不留余地。如懿把这种迷信和阴毒变成了一种极高明的精神控制。他不仅想控制皇上的心，他还想通过这些歪门邪道控制天命。就在他那针尖又要扎下去的一刹那，那草人的红线突然断了。这在迷信的人眼里，那是大凶之兆。如懿的脸色瞬间从那病态的潮红变成了惨白，他死死地盯着那根断了的线，那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恐惧，而是一种玉石俱焚的狠厉。他猛地回头看向门口，仿佛在那厚厚的门帘后头，正有一双眼睛在窥探着他这一切罪恶。这便是我们要留的悬念，那根线是怎么断的？是真的神鬼降怒，还是有人在这一坤宫里玩了一手更有趣的局中局？如懿在这一刻是会选择收手，还是会在这条通往地狱的路上玩得更花，走得更远？书接上回，咱们说那暗室里的红线咔嚓一声断了，如懿娘娘那张斯文如玉的脸瞬间在那昏暗的油灯底下扭曲得像个索命的罗刹。您得知道，这线一断，在迷信人的眼里，那不是物力不逮，那是天命反噬，是那被扎的小鬼要跳出来掐死主人的前兆。如懿死死地盯着那截断线，指尖在那血玉佩上抠得生疼，指甲缝里都渗出了细细的白印子。可这位主到底不是一般的后宫女子，她没叫也没嚷，而是缓缓地蹲下身子，那华贵的16红缂丝旗袍就那么委顿在满是灰尘和土腥气的地砖上。她伸出那双平日常用来研墨弹琴的素手，一点点把那断掉的红线缠在指尖，眼神里透出一股子孤注一掷的狠辣。这便是咱们要拆解的职场隐身刺客逻辑。当一个平日里最讲规矩的人发现规矩救不了他，而他那点子见不得光的阴招又被捅了个窟窿时，他不会悔改，他只会变本加厉的去掩盖。如懿此时的心里正翻江倒海的过着这宫里每一个人的脸，是那个看似忠心耿耿的容佩，还是外头那个总是缩着脖子的小太监？他在怀疑这断掉的线是不是谁动了手脚，是不是有人已经摸进了这间连皇上都禁足的禁地。这就像咱们在单位里，
您辛辛苦苦攒了半年的内部资料，或者那点子不能说的晋升关系，突然有一天被老板在开会时似有若无的提了一嘴，那一刻您的后脊梁骨绝对是凉透了的。如意就是这种感觉，但他更疯。他觉得这世界既然负了他，那他就得靠这些小鬼，这些咒术把这天给翻过来。他在那阴影里冷笑一声，从那供桌底下的暗格里掏出了一个更加烟杂的东西，那是一小罐密封的死死的乌漆墨黑的膏药。打开盖子，一股子让人作呕的腐臭混着草药味儿瞬间溢满了整间暗室。这就是如意玩得花的又一个境界了。他把这膏药一点点抹在那断了线的草人身上，那动作温柔的就像是在给乾隆爷擦汗。可这膏药是什么？那是他重金从宫外那帮走方术的巫医手里买来的，说是能摄魂。他在想，既然这针扎不透魏燕婉那贱人的心，那我就用这最阴毒的法子，坏了皇上的龙体，让他离不开这一坤宫，让他在这烟雾缭绕里只瞧得见我一个人的好。这便是现实中极度自私者的心理，我得不到的，我要毁掉；我得不到的真情，我就要用枷锁和幻觉来替代。您瞧瞧，这位平时满口情分、满心自尊的如意娘娘，在私底下的博弈局里，已经彻底成了一个迷信的赌徒。她输不起了，所以她必须得靠这些看不见的力量来维持她那摇摇欲坠的皇后宝座。咱们得仔细剖析一下她抹药膏时的那个眼神，那是典型的权力病态化。在人前，他是后宫的表率，是皇上的青梅竹马，可在那一刻，他其实是全天下最自卑的人。他不相信自己的容貌能留住人，也不相信自己的智谋能斗过新人，所以他只能求助于这些虚无缥缈的鬼神。这映射到咱们现在的人情世故里，就是那种表面上跟你公平竞争，背地里却去烧香拜佛，请小人符咒你倒霉的人。这种人的可怕不在于他有多大能耐，而在于他那种毫无底线的心理暗示，他能把自己所有的失败都归结于运气不好，或者是你太邪门，从而心安理得的对你使出最下作的手段。如意此时就是这种心理，他觉得这红线断了是有人害他，所以他得用更恶毒的法术还回去。他缓缓站起身，走到暗室的一角，那儿摆着一盆常年不开花的铁树。他从发髻上拔下一枚尖锐的簪子，在那铁树的树干上狠狠一划，随后把指尖那点子残余的血膏抹了上去。这在他的迷信世界里叫种结。他要把这一坤宫变成一个祭坛，把所有进来的人都变成他的祭品。这时候，外头的脚步声又近了，这次是容佩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娘娘，皇上驾到了，说是要给您瞧瞧新得的绿梅。”如意听见绿梅两个字，眼里的阴鸷瞬间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温柔笑容。他飞快地整理好衣襟，熄灭了那盏透着邪气的灯，转身走出暗室时，身上那股子土腥味儿竟然被他随手撒的一把浓烈郁金粉给掩盖得严严实实。当他跨出暗室门槛的那一刻，他又是那个斯文体贴、不染尘埃的如意了。他对着镜子微微一笑，练习着那个最能打动乾隆的哀怨眼神。这便是这一段的升华，最高级的伪装，不是面无表情，而是你刚刚还在地狱里摆弄鬼魂，下一秒就能在人间扮演天使。这一坤宫里的空气看似清新了，实则那毒气已经沁入了墙缝。这种职场里的隐身刺客，最擅长在最温馨的时刻递上一把淬毒的刀。皇上踏进宫门，瞧见如意正温婉地拿着剪子修剪花枝，哪能想到那剪子尖上还残留着暗室里的泥土。书接上回，咱们说这一坤宫的门帘子一挑，乾隆爷带着一身龙涎香的气息迈了进来，手里还亲自捧着一盆开得清冷绝尘的绿梅。如意呢？
他此时正站在案几旁，手里那把修剪花枝的剪子还没放下，整个人透着股子如沐春风的宁静，仿佛刚才在那暗室里披头散发、满手血膏的疯婆子根本不是他。您瞧瞧这变脸的功夫，这哪是演戏，这分明是把这画皮的长到了骨子里。他微微俯身，那一低头的温柔，恰到好处的露出一截雪白的后颈，在那些玉佩的红绳映衬下，显出一种近乎病态的圣洁。乾隆瞧见这一幕，心里头那点子怜惜劲儿疼的就上来了，觉得这宫里唯有青樱最懂他的雅致。可他哪里闻得出来，在那绿梅的清香底下，如意袖口里还藏着一丝没散干净的属于腐尸与枯草的焦苦味儿。这便是咱们要拆解的疯魔的深情，这也是现实博弈里最让人防不胜防的一种杀招，用极致的柔情去掩盖极致的占有欲。如意接过那盆绿梅，指尖在那冰凉的瓷盆边沿轻轻抹撒，眼神里透着一股子迷离的痴气。他笑着对皇上说，这花开得真好，像极了当年的初见。可他的心理活动却是，这花根底下明就得埋进我那暗室里求来的锁心煞。在如意的迷信逻辑里，单纯的爱已经不够了，他要的是一种类似于蛊毒的绝对忠诚。这种心理映射到咱们现在的婆媳关系或者夫妻相处中，就是那种表面上事事顺着你，给你炖补汤，背地里却去翻你手机，查你定位，甚至找算命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去调理你的人。这种体贴实际上是一把软刀子，每一寸温柔都是为了勒紧你脖子上的绳索。乾隆在那儿坐定，随口夸了句如意这宫里的香好闻，说是有种让人沉静的力量。如意此时的动作极其玩味，他亲自去提那把白玉茶壶，倒茶的时候，那壶口处微微一颤，因为他刚才在暗室里用的力气太猛，这时候手腕子其实是虚浮的。可他生生压住了那股子酸软，把茶杯递到皇上手中，还顺势在那龙袍的袖口上轻轻捏了一下。这个极小的动作，在职场上叫肢体锚定，在他的迷信局里，这叫接气。他觉得只要触碰到了皇上的龙气，他刚才在草人身上下的那些毒咒，就能顺着这股子气流，钻进皇上的心肺里。这种玩得花，已经不仅是身体上的放纵，而是精神上的全方位入侵。他想把这个男人变成他迷信祭坛上的主祭品，让他的一举一动都符合他那扭曲的期待。咱们细看乾隆喝茶时如意的那个眼神，他不是在看爱人，而是在看一个实验品。他在观察皇上的脸色，看那茶里掺着的被他皱过的无根水有没有起效。这其实就是职场里那种捧杀的变异版。我表面上把你捧得高高的，甚至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但我给你的每一份资源，每一个建议，其实都是在透支你的未来，好让你最后只能依赖我一个人。如意这种女人，她已经把迷信活成了她的处世哲学。她觉得这世上没一个好东西，连皇上也是个色令智昏的胚子，所以她必须用这种阴毒的法子来纠正这个世界。这种温柔外表下的狂妄，才是最让三观炸裂的地方。她不仅想当皇后，她还想当天主，想在那阴暗的角落里通过摆弄几个泥偶，就让大清江山随她的心意转动。这时候乾隆突然皱了皱眉，说这绿梅的味道怎么透着股子阴冷。如意的心跳在那一瞬间几乎停摆，那是他刚才在暗室里待久了，身上带出来的阴气冲了花香。可他马上眼唇一笑，眼角眉梢全是委屈。皇上是嫌弃臣妾这儿冷清了，臣妾这就让人去添几个炭盆。您瞧瞧，这一招倒打一耙加示弱撒娇，玩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这就是生活中那些顶级绿茶的手段，当事情快要穿帮时，立刻转移话题，把自己的过失包装成对方的疏忽，
让你反过来还得去哄他。如意这一撒娇，乾隆那点子疑虑瞬间就散了，还当真是心疼起他在这冷宫般的翊坤宫里受了委屈。可他哪里想得到，如意刚才想的是，如果这皇上再多嘴问一句，他是不是该动用那暗格里更狠的一招，闭口禅的诅咒了。当乾隆被他哄得迷迷糊糊，在那感叹着还是青樱懂朕的时候，如意的手在桌子底下死死抓着那块血玉，指甲都快嵌进肉里了。他看着皇上那张依旧英俊却写满了疲惫的脸，心里涌起一股扭曲的快感。你逃不掉的，你是我的，不管是用金银财宝还是神鬼妖魔，你都得死在我的体贴里。这种感情已经不是爱了，这是一种纯粹的病态的捕猎。这一节的升华就在于，如意用最正统最典雅的方式完成了最卑劣最邪门的勾当。这就是咱们老话讲的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就在乾隆准备起身离开去处理积压的政务时，那盆原本娇艳欲滴的绿梅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枯萎了。那花瓣一片片掉进土里，颜色瞬间变得焦黑。这一幕惊得乾隆当场愣住，也惊得周围伺候的工人们倒吸一口凉气。如意那原本镇定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裂痕。这到底是他那迷信法术的反噬，还是有人在暗地里给他设了个更阴狠的杀猪盘？那盆枯萎的花究竟是在预示着谁的终局？书接上回，咱们说那盆原本清高脱俗的绿梅，竟然在乾隆爷的眼皮子底下瞬间枯萎，焦黑如炭。这哪是花谢了，这分明是老天爷在大庭广众之下扇了如意娘娘一个响亮的耳光。乾隆那张原本写满温情的脸瞬间就阴了下去，那眼神里透着的疑虑像冰碴子一样往如意身上扎。可您再瞧瞧咱这位如意娘娘，她那反应才叫一个绝。她没有像寻常嫔妃那样吓得跪地求饶，反倒是身子微微一晃，眼眶子里迅速蒙上了一层水汽，那细长的手指颤巍巍地扶住案几，指尖刚好压在那片枯黑的花瓣上，用力之猛，竟把那花瓣直接碾成了碎末。黑色的汁液染在了他那雪白的甲套上，像极了索命的血痕。他嘴里呢，却是一声极轻极哀婉的叹息：皇上，这绿梅定是随了臣妾的命，瞧见皇上要走，他竟是连这最后一刻的体面都不想要了。这就是如意最花的地方，他能把所有的意象，所有的罪恶都化骨绵掌般的推到情分这两个字上。您在现实生活里见过这种人没？单位里明明是他捅了篓子，导致项目黄了，他不谈流程，不谈责任，他跟你谈情怀，谈他为了这个公司加了多少班，甚至当众掉眼泪说自己心碎了。这种以退为进的博弈手段，其实是最高级的防御。如意此时心里想的是什么？他在想，那暗室里的草人肯定是被那阵邪风给冲了，他得赶紧把乾隆给支出去。可他面上还得演得比那最红的戏子还要投入。他用帕子轻轻压了压眼角，那个动作极慢，帕子上的兰花绣工精致，却刚好遮住了他眼里那一闪而过的如同蛇蝎般的阴鸷。等乾隆带着一脸的晦气和狐疑离开后，翊坤宫的大门咣当一声关上，如意那副弱不禁风的皮囊瞬间就卸了下来。他猛地转过身，一甩袖子，竟将那盆枯萎的绿梅直接灌在了地上。瓷盆碎裂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殿里回响，那股子埋在土底下的一直被他隐藏的极好的锁心砂的腥臭味这下子彻底散了出来。他没理会下瘫在地的容佩，径直冲向了那间暗室。这一节咱们得揭开他玩的比谁都花的真面目了。您以为他只是扎扎针烧烧香？那您可太小瞧这位名门闺秀了。
如意进了暗室，一把扯掉遮光的供段，在那昏暗的灯影里，他从供桌后面拖出了一个半人高的铜镜。这镜子邪性得很，边缘镶嵌的是密密麻麻的指甲盖大小的碎骨头。他坐在镜子前，开始解开自己的旗装。在那细腻如织的脊背上，竟然纹着一幅极其诡异的图案。那不是凤凰，也不是花卉，而是一道道密宗里最邪门的，用来强行索取福报的符咒。他为了保住这张脸，为了留住那已经变了质的圣宠，竟然每天深夜都在这暗室里，用这种迷信到变态的法子祭祀自己的身体。他会用最尖锐的玉簪划破符咒的纹路，让鲜血顺着脊梁流进一个盛满药液的玉桶里。这便是他所谓的养，养的是他的美貌，也是他的野心。这种外表斯文，内里狂妄色鬼般的占有欲，让他已经完全脱离了正常人的思维范畴。在如意的逻辑里，他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清高的人，所以他配得上用最极端的方式来占有这个帝国的最高权力。这种心理在职场博弈中叫补偿性心理极端化。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觉得乾隆欠了他的情，所以他就要通过这种自残式的迷信的方式，把这些东西成倍的讨回来。他在那浴桶里闭上眼，脑子里浮现的不是和皇上的初见，而是那些竞争对手一个个凄惨死去的模样。他甚至会产生幻觉，觉得那些死去的嫔妃魂魄都在这水里，为他洗涤这身已经腐烂的皮肉。这种玩法不仅是花，那是彻头彻尾的疯。他追求的不是感官的愉悦，而是那种控制生死、控制天命的变态快感。这种博弈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已经没有了底线。一个连自己身体都能拿来当祭坛的人，他还会顾惜谁？他这温柔外表下的阴毒，已经凝固成了食物。他抚摸着镜子里那张依旧年轻却透着股子阴冷死气的脸，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笑。他在想，魏燕婉那个出身寒微的女子，怎么可能斗得过他这种有着神力护身的贵族？这就是阶级傲慢和迷信结合后的产物，一种病态的优越感。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往往有着极好的家世或学历，他们不屑于用常规手段去竞争，一旦受挫，就会走向最阴暗的角落，利用信息差或者某些灰色手段去实施降维打击。就在如意沉浸在这种变态的快感中时，容佩在那暗室门口隔着门缝瞧见了这一幕。这位平日里最忠心的奴才，此刻牙齿打颤，浑身冷汗。他看见他的主子，那位平日里教导他们要体面、要规矩的娘娘，此刻正对着镜子，用自己的血在那草人身上画着什么。那一刻，容佩心里那个完美的偶像彻底崩塌了。这也就是咱们这一段要升华的理儿，在这个世界上，永远不要去神化任何一个人。你看到的体面，背后可能是无尽的肮脏；你看到的深情，内核可能是极致的疯狂。如意的这种花，是开在坟头上的罂粟，闻着香，实则满是死气。如意突然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那双敏锐如鹰的眼睛猛地扫向门缝。容佩吓得魂飞魄散，转身就跑，却不小心撞倒了外头的一个香炉。清脆的声音打破了这惊悚的宁静。如意缓缓地披上衣服，眼神里没有惊慌，只有一种处理垃圾般的冷漠。他推开暗室的门，看着连滚带爬的容佩，轻声说了一句，那语调平稳的就像是在讨论明早上的早点。容佩，你瞧见了？书接上回，咱们说这一坤宫的暗室门口，容佩那一跤摔的不仅是魂飞魄散，更是把这主仆几十年的那点子温情脉脉给摔了个稀碎。如意娘娘披着那件松垮垮的旗装，半边身子还隐在暗室那股子粘稠的黑影里，另半边脸被外头残存的一点紫残阳照着，真是半边佛面半边摩罗。
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趴在地上抖成筛子的容佩，眼神里没有半点被撞破秘密的慌乱，反而透着一种近乎慈悲的冷漠。他伸出那只还带着药腥味儿和血气的素手，指尖轻轻挑起容佩的下巴，那力道极轻，却让容佩觉得像是有一条冰凉的毒蛇顺着脖梗子爬进了心里。如意开口了，语调依旧是那种慢条斯理、斯文到骨子里的调子。容佩啊，你跟了本宫这么些年，本宫待你如何？这宫里的人都说咱们主仆一心，可你今个这眼神，倒像是瞧见了什么烟杂东西，这可让本宫寒心啊。您瞧瞧，这就是顶级的高手，明明是他在搞那些见不得光的邪门歪道，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先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把你的嘴给堵死。这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那就是最典型的情感勒索。有些当领导的，或者家里那些强势的长辈，私底下办了亏心事被你瞧见了，他第一反应不是解释，而是反问你：我对你不好吗？你竟然怀疑我？这一招以攻为守，瞬间就把容佩从一个目击者变成了一个负心人。如意这手玩得太花了，他不需要咆哮，他只需要维持住他那份清高的体面，就能让对方在那份沉重的窒息感里彻底缴械投降。容佩此时连哭都哭不出声来，他死死地盯着如意那双在阴影里忽明忽暗的眸子。他发现，这位平日里连走路都要量着步子，说话都要择着字眼的娘娘，此时此刻身上散发出的那种气息，竟然是一种嗜血的狂妄。如意见他不说话，竟轻轻笑了一声，从袖口里划出一枚黑红色的丹丸，递到了容佩嘴边。那丹丸散发着一股子让人头皮发麻的腥甜，如意低声呢喃道：这可是本宫求来的好东西，能让人长长久久的守住秘密，也能让你我在这深宫里再无嫌隙。你吃还是不吃？这哪里是丹药，这分明是他那迷信阴毒性格的实体化，是他要把身边最后一点人性也彻底祭献给神鬼的投名状。如意此时站起身，在那暗室门口缓缓踱步，每一步都踩在容佩的心尖上。他开始讲起那些他私底下玩得更花的勾当。原来那盆枯萎的绿梅根本不是什么天意，而是他为了试探乾隆的心，故意在土里埋了强力的催败药剂，再配合他那些诅咒的仪式，就为了营造一种天命相连的假象，好让乾隆生出愧疚之情。他玩弄的不仅是神鬼，更是人心。他这种迷信，其实是他用来操纵权力的最高级伪装。他看不起魏嬿婉那种钻营，觉得自己这种利用天意来掌控帝王感情的手段才是雅致，才是高尚。这种温柔皮囊下的狂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操纵木偶的人，而皇上、皇后，甚至是这整个紫禁城，都是他祭坛上的木偶。就在这一坤宫里上演着这出惊悚的主仆对峙时，外头的天色彻底黑了。这种黑不是那种宁静的黑，而是带着一种压抑的，仿佛大雨将至的湿冷。如意看着容佩颤巍踢地吞下了那枚丹药，眼里的阴鸷才慢慢散去，重新换上了那种清冷的、斯文的柔光。他扶起容佩，声音温婉的如同春水：好孩子，这就对了。咱们这一坤宫容不得二心，只能容得下咱们这份比金子还真的情分。这话说的人脊梁骨冒汗，这哪是情分，这是活生生的枷锁。如意这种女人，她已经把这宫廷活成了一座巨大的墓穴，而她就是守墓的那个，手里拿着针，身上带符，心里住着小鬼。这种博弈局到了这一步，其实已经没有了回头路。如意的这种花，这种迷信，已经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支柱。一旦这根支柱倒了，他整个人的清高和斯文就会像那盆绿梅一样，瞬间化为焦炭。现实生活里，
那些靠着欺骗和极端的心理控制维持尊严的人，往往在真相大白的前夜，表现得最是淡定从容。如意此时就是这种状态，他甚至还有心思去摆弄那盆碎裂的绿莓残骸，试图把它们重新拼凑起来。这种对完美的偏执，对控制权的贪婪，映射出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无感。书接上回，咱们说这翊坤宫的空气，在那一刻仿佛被冻成了冰溜子，尖锐地戳在每个人的心窝眼上。如意娘娘刚把那枚带着血腥气的丹药塞进容佩嘴里，那手还没来得及从容佩冰凉的脸颊上撤回来，就听见外头那声尖细的嗓音，像是一把剪子，生生地撕开了这满屋子的诡异宁静。皇上驾到，这4个字在平时那是恩宠，可在这节骨眼上，那就是催命的符。如意的瞳孔在那一瞬间缩成了针尖大小，那是人在极度恐惧下本能的兽性。可他到底是在红墙里滚了半辈子的种，那股子斯文气已经长成了他的第2层皮。您瞧瞧，他那身子也就是微微一僵，随即像是一条滑溜的青蛇，顺势一滑，竟直接跪在了地上，双手紧紧搂住还在干呕的容佩，那一脸的清冷瞬间化作了满意的慈悲与哀痛。乾隆爷迈进门槛的时候，瞧见的就是这么一幅画面。昏暗的偏殿里，如意娘娘散着发，搂着老奴才，正对着那盆打碎的绿莓默默垂泪，那模样真是弱柳扶风，我见犹怜。可这世上的事儿，坏就坏在细微2字。乾隆这次回来，不是为了叙旧情，是因为他刚才在那轿辇上，越琢磨那盆瞬间枯萎的绿莓，心里越是犯嘀咕。他落下的不是帕子，是那枚他常年佩戴用来辟邪的赤金九龙压金。他觉得这翊坤宫不对劲，那股子味道不像是人住的地儿。乾隆背着手，慢慢的往如意跟前走，每一步都踏在碎瓷片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那声音在寂静的殿内，听着让人头皮发麻。如意垂着头，看着皇上那双明黄色的缎面龙靴停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他能闻到龙靴上沾着的泥土味，那是权力的味道，也是他这辈子最想用迷信锁死的味道。这就是咱们要聊的祭坛崩塌的午夜惊魂。如意此时心里那局棋已经乱了子儿，他在赌乾隆那点子旧情还没断干净，赌他不会往那扇紧闭的暗门后头瞧。这就像咱们在职场上，您私底下干了点挪用公款或者是出卖客户的事儿，正巧大老板半夜回办公室拿车钥匙，您那时候的表现就是如意现在的翻版，表面上是在加班加点为公司操心，实则心跳快的要把胸膛撞破。如意用那种极细极委婉的声音开了口，皇上怎么折回来了？臣妾正带着容佩，想给这盆绿莓超度一番，总觉得是臣妾福薄，惊扰了他的灵性。您听听，到这时候了，他还能把迷信包装成福薄和超度，这花玩的真不是一般的高。可乾隆爷是谁？那是天下最大的博弈高手。他没接如意的话，反而把目光投向了如意那半解的齐装领口。在那雪白的脖颈下，那枚血玉佩因为刚才的剧烈动作，正斜斜地挂在外面，那红得发黑的颜色，在微弱的烛火下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邪性。乾隆眼神一凛，缓缓弯下腰，那动作慢得像是一场凌迟。他伸出手，并没有去扶如意，而是用2根指头拈起了那块血玉。那一刻，如意觉得自己的心跳停了。在那显微镜般的近距离下，乾隆瞧见了血玉后面刻着的一个极小的扭曲的生辰八字。那字迹，如意哪怕化成灰他都认得，那是他自个儿的生辰，却被一圈极其阴毒的锁魂纹给死死缠绕着。这哪里是情分？这是要把他这个真龙天子做成他这翊坤宫里的守尸鬼啊！乾隆的手微微颤抖，
那不是怕，那是极度的惊怒与恶心。他发现自己宠了半辈子的女人，斯文外表下竟然藏着这么一个茹毛饮血的魂灵。这就是你的情分？乾隆的声音冷得像是从冰窖里拎出来的。如意猛地抬起头，那张清冷的脸在那一刻彻底裂开了。他没再求饶，反而爆发出一股子狂妄的戾气。他看着乾隆，嘴角竟然勾起一抹惨淡又诡异的笑，那眼神里满是迷信后的疯魔。皇上，臣妾如果不这么做，您的心早就被那些贱人给掏空了。臣妾这是在救您，是在留住咱们的初见。这种三观炸裂的逻辑，让乾隆当场打了个寒战。这就是典型的病态掌控欲。我毁了你，是为了更好的爱你；我诅咒你，是为了让你永远离不开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那扇被如意以为锁死的暗门，因为刚才容佩撞击后的松动，竟然在这一刻被穿堂风轻轻一吹，缓缓地发出一声让人牙酸的吱呀声，推开了。里面那阴森的供桌、满墙的符咒，还有那还在冒着青烟的草人，就这么直愣愣地撞进了乾隆的视野。那一刻，翊坤宫的空气彻底凝固了，如意所有的体面，所有的伪装，在那一束照进暗室的微弱月光下，碎得连渣都不剩。这便是这一段的升华。任何靠歪门邪道维系的繁华，终究逃不过那最后一束光。如意在这场权欲与迷信的博弈里，输掉的不仅仅是皇后之位，更是她最后一点作为人的尊严。这种职场里的隐喻最是残酷。你以为你布下的局万无一失，其实那道裂痕往往就出在你最深信不疑的那个秘密里。乾隆看着那满屋子的狼藉，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指着如意，半晌说不出话来。而如意，她在那一刻竟然站了起来，理了理有些乱的发丝，又是那副斯文体贴的模样，只是眼里已经没了光，只剩下一种看透生死的阴毒。他对着乾隆深深的伏了一身，那动作标准的无可挑剔，可嘴里吐出的话却让乾隆终生难忘。皇上，这翊坤宫，您既然进来了，怕是也带了一身的寒气，回不去了。书接上回，咱们说这翊坤宫的暗门这一开，可不仅是露出了那一屋子的邪门歪道，更是把大清朝这位最有体面的皇后娘娘最后那层连着血肉的画皮给生生撕了下来。乾隆爷立在那儿，看着满墙扭曲的符咒，看着那在那儿冒着惨青色烟雾的草人，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往天灵盖上涌。而如意呢？他此时竟然不跪了，他缓缓地站直了身子，在那满地碎瓷片上走得极其稳当，每一步都透着一种机关算尽后的从容与癫狂。他甚至伸出指尖，轻轻拂去袖口沾上的一点灰尘，那动作斯文到了极致，仿佛他不是在一个阴森的祭坛前，而是在景仁宫的繁花簇拥下，正准备陪着他的少年郎去赏那一出长生殿。您瞧瞧，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聊的这最后一层博弈。当一个人把迷信和阴毒玩到了骨子里，他追求的就不再是活命，而是一种病态的，甚至想与天地同归于尽的控制欲。如意看着乾隆那张惊怒交加的脸，眼神里竟然流露出一丝悲悯，这种悲悯在现实生活里最是杀人。就像职场里那个被你抓到实证的竞争对手，他不求饶，反而用一种看透你软肋的眼神盯着你，轻轻说一句：你以为你赢了吗？这种如意式的绝地反击，才是最让三观炸裂的毒药。他微微启唇，声音在这死寂的宫殿里显得格外清晰。皇上，您觉得这屋里的东西烟杂，可您忘了，这些符咒上的每一滴血，都是臣妾为了求得您的一点子真心，在那无数个冷冰冰的长夜里，一针一针扎出来的。这就是典型的圣母式犯罪逻辑。他把所有的恶行都归结于受了委屈，
把所有的变态都包装成了深情。在这种人的世界观里，全世界都欠他的，所以他玩得再花，心肠再毒，那都是为了守护那点子可怜的纯洁。这种处世智慧映射到咱们现如今，就是那些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实则在精神上把你控制得死死的长辈或伴侣。如意在那暗示里，其实不是在养小鬼，他是在养他心里那个已经腐烂掉的青鹰。他想通过这些歪门邪道，把时间定格在那个红墙之下的初见，哪怕这个代价是把乾隆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木偶。乾隆此时终于缓过劲来，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只觉得每一个毛孔都在往外冒冷汗。他指着如意，手抖得像是在秋风里的枯叶，你这疯妇，你竟然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玩这种断子绝孙、祸乱江山的勾当。如意听了这话，竟呵呵地笑了起来，那笑声极其短促，却透着股子如释重负的凉意。他走到那供桌前，竟当着皇上的面，漫不经心地拿起一枚长针，在那草人的心口又狠狠扎了一下。这一扎不仅是扎在草人身上，更是扎碎了乾隆心里最后那点子恻隐之心。这就是博弈里的玉石俱焚。如意知道自己完了，在这皇权大过天的紫禁城，他的斯文已经成了最大的讽刺，所以他要用这种最狂妄、最色鬼般的贪婪占有欲，给这个男人的余生留下一个永恒的阴影。他是在告诉乾隆，你这辈子看到的体面都是假的，你这辈子拥有的温柔都是淬了毒的，你甚至连你的命都是我在这些符咒堆里施舍给你的。这种心理上的反扑，比直接拿刀杀人还要狠上百倍。在现实的博弈中，这种人最是危险，因为他一旦发现自己无法掌控局势，就会选择彻底毁掉规则，让你即便赢了，也恶心的这辈子吃不下饭。乾隆猛地转身，大步跨出这间令人窒息的暗室，他在那门口站定，没有回头，只是咬牙切齿地吐出了2个字：废后。这2个字在如意听来，仿佛是这世间最动听的解脱。他看着皇上那决绝而又仓皇逃窜的背影，缓缓地坐回了那张满是污垢的供桌前，又是那副低眉顺眼的体贴模样。他伸出手，一点点理顺容佩那散乱的头发，就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容佩此时已经瘫在那儿，眼里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如意凑在容佩耳边，极其温柔地说了句：好孩子，咱们的局才刚刚开始，这宫里的风啊，又要转方向了。这就是这一场爆料的总结升华，权力的顶端从来没有不流血的体面。如意用他那一辈子的斯文，掩盖了一辈子的阴毒与迷信。他这种人是把欲望开成了恶之花，外表越是清高，根须里的毒浆就越是浓厚。这给咱们这些听八卦的人留了个什么醒？就是那句话，看人别看脸，听话别听音。越是那些让你觉得完美到无可挑剔的高尚者，你越要留神他背后那个不透光的暗门。职场也好，人情也罢，真正的狠角色从来不是那些咋咋呼呼的，而是这种能一边给你缝衣服，一边在衣服里藏着诅咒你全家的小鬼的种。翊坤宫的大门再次关上了，这一关就是永恒的冷宫。可在那沉重的宫门缝隙里，那股子混合着檀香与血腥的气味，却在这紫禁城的夜空下久久散不去。那盆碎掉的绿梅，仿佛在冷笑着看着这满宫的红墙，谁是真情，谁是假意？在这迷信与欲望交织的泥潭里，哪儿还有什么真正的赢家？